Sipping loud, party crowd, drinking too much beer. So baby, tell me, would it be alright if we just take a little rain check and stay right here? I'm sure we could find something to do. As a matter of fact, baby, why don't you grab a couple glasses and a bottle of wine? Walk down the hall and turn down the lights. Baby, while you're at it, you might as well let down your hair, and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Yeah,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I'm gonna put an old record on Conway Twitty, yeah, girl, I'd love to lay you down. Kill the ringer on the telephone. Ain't gonna stop loving you till the candle burns out. Oh, there it is, that little smile of yours. Come on,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Grab a couple glasses and a bottle of wine. Walk down the hall and turn down the lights. Baby, while you're at it, you might as well let down your hair, and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开这场直播呢，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厂的一个组织规模。其实我们在买产品的时候，我们有3个点也是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是它的质量，第二个是它的价格，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生产厂家它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刚刚我也所说了，主要也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厂的一个规模以及情况。那么首先在我们右边这一款灯呢，它是一款350瓦的一个光束灯。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50瓦的一个光束灯里面的一个结构。像我们这一款光束灯呢，350瓦，采用的是一个滚珠的风扇。像这种滚珠风扇呢，它市面上有2种，有一种是含油风扇，有一种是滚珠风扇。我们采用的这种滚珠风扇呢，它的散热系统是非常好的。其次，像这一块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颜色盘，它总共的话是有14个颜色加白光，总共的话是15个颜色合成的，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图案盘，在这个位置，这里面呢是我们大概是有18个金属图案组成的。像我们放灯泡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在这个里面，我们采用的是欧司朗的一个进口光源灯泡。像我们欧司朗的灯泡呢，它的打出来的光源它是非常的稳定，那个光源那个色彩它也是非常的柔和的。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欧司朗的一个点灯器，欧司朗的点灯器，然后电源的话采用的是红凯家的大电源，功率的话都是非常的稳定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款光束灯的话，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可以360度旋转。然后我们这个光束灯，它的开关角度的话是非常的大的，它的开关角度投射出来的一个粗度的话，它是非常的粗，效果的话也是非常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像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正在生产下一批货物的一些设备，给予买家发货。像我们这一款光束灯呢，采用的是一个3相的电机，电机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像我们正常在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其次给您这边看一下机器的一个后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机器。那么这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电源的总开关，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插入电源线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接那个控制台接口的，它总共的话是有2个接口，一出一进的。然后我们这个可以用那个信号线插到这里面，然后再连接到那个控制台上面。到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专业的一个技术人员呢进行一个指导包教会的一个服务。电机主板电源，像我们这一块的一个生产线，基本就是光束灯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呢，我们工厂呢还有其他的灯光，比如
染色帕灯啊，还有面光灯呀、激光灯啊等等一些特效产品的设备、灯光设备都是有的。然后在我们工厂呢，它有5S 的一个管理标准系统，来往那边看。哪5S 呢？第一个整理，第二个整顿，第三个清扫，第四个清洁，第五个素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5S 管理标准。然后我们现在往下面看，我们一些其他的灯光。我们往那边看一下吧，往那边看一下。像我们家的光束灯呢，我们有230瓦的，有350瓦的，有260瓦的，有440瓦的，并且我们有新研发的295瓦的一个光束灯。好，像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230瓦光束灯。我们230瓦的一个光束灯呢，也是采用的14个颜色加白光以及18个金属图案组成。像我们家的光束灯呢，它的一个光源的灯泡寿命的话，正常是达到了一个8万个小时的一个寿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LED 染色系列的一个帕灯。来，往这边看一下。像这一款灯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LED 的染色系列帕灯，我们是由54颗小灯珠组成的，每颗灯珠的话，我们是有3个颜色，红、绿、蓝为主色。然后我们这款灯呢，它是可以无限混色的。像我们这种 LED 染色帕灯呢，它有七彩的，有全彩的。七彩的话，它是4合1组成的一个灯珠，它一个灯珠呢就有4个颜色，红、绿、蓝、白组成。当然了，我们像我们工厂呢，也有4瓦1颗灯珠的，也有18颗灯珠的，也有24颗灯珠的，这些都是有的。像我们帕灯里面的一个内部的结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散热板，然后这个是散热风扇。像我们这种系统呢，它是散热板结合我们的散热风扇进行一个散热系统的。它像这样子散热出来的话，它对于灯的一个寿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一个200瓦的一个电源。电源的话都是非常的稳定。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板，主板的话呢有分为2款主板，第一个呢是横流主板，第二个呢是横压主板。像我们这款主板呢，它就是横流主板，我们有一体的横流主板，也有分体的横流主板，一共的话是有2个配置。其次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线材，像这款机器呢，我们采用的是2根电源线、2根信号线。这种呢，它是有信号线的，它是带公母的；这一种呢，它是分别为电源线，也是带有公母的。它们2个之间呢，它们是可以串联的。给你演练一遍，像这样子插进去。比如我这里有10台灯，10台灯的话，你每一台像这样子串联起来，你第一台灯通电，它其他灯光的话也会跟着亮的，非常的方便。但是正常像我们的这些灯光呢，帕灯，我们最多的话建议是10台为一组，这样的话电源会更稳定。像我们这个信号线的话，采用的是1.0的一个平方的一个信号线，电源的话采用的是2.0的一个平方的电源线，纯铜的。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一个帕灯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亚克力的透镜。像我们亚克力的透镜呢，它的光源呢照射出来的话是非常的柔和的，没有色差。像有的地方用的那个透镜，它打出来的一个光源呢，其实它是有一点混色的，有一点杂色在里面啊。然后我们像我们灯体的一个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面板，操作面板呢一共是分别为4个按键，4个按键它可以去操控整个灯光的一些系统模式，比如产品的一个单色效果、声控、频闪、自走这些功能都可以在这个面板上面这4个按键中实现。具体的操作，我们到时候也是会有专业的一个技术部门给您对接，进行一个指导操作的。然后我们来到这边，看一下一个灯的外观。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一款帕灯呢，它总共是54颗灯珠组成的。然后我们采用的一个外壳呢，它是一个
铸铝外壳，它的外壳材质的话是非常的厚实的。像有的帕灯，它可能磕磕碰碰啊，转一下，它那个就会出现一个破损啊，因为它用的材质比较薄。像我们这种帕灯呢，它的材质采用的是加厚铸铝外壳，所以这个在我们平常的一个运输中的话，你们也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无论是从我们的包装上来说，还是说从我们的品质上来讲，它都是非常的稳定。像我刚刚也有说过，它的外壳加厚，并且我们包装里面也会有那个海绵进行一个包装，这个大家在运输的途中呢也是可以放心的。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像我们这里生产的呢是一个 KTV 包房用的蝴蝶灯系列。像这个蝴蝶灯呢，正常我们用在 KTV 包房用的是比较多的。我们这种呢称之为双层蝴蝶灯。什么叫双层呢？它总共的话是有2层的一个透镜进行一个出的效果。我们公司呢也是有生产一种3层的蝴蝶灯，它总共是分为第1层、第2层、第3层一个组合的。像我们这种功率的话是可以达到50瓦的一个灯，效果都是非常棒的。像我们里面的一个内置的一个结构呢，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风扇啊，然后我们还有电源啊、主板啊，这些采用的都是非常好的。来，我们往这边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装好了的一个54颗帕灯的壳子。像我刚刚所说的一个亚克力的一个透镜啊，然后里面就是54个的小灯珠为组合的。等一下我给大家找一下，我看一下，哦，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灯。你看，整个灯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是装好的灯的样子。来，大家看一下啊，像我刚刚所说的，灯和灯之间呢，它是可以串联的，两条电源线、2条信号线进行一个手拉手串联，然后第1台通电，其他灯光也会跟着亮的。像我们这款灯呢，它总共是有2个颜色的外壳。现在我们做的这种呢，它是黑色的外壳。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款白色外壳的一个灯光。白色外壳一般用在会议室啊，一些报告厅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像我们黑色外壳的呢，在那些婚庆啊、演艺啊、酒吧呀那些地方用的会比较多。然后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面光灯吧。像我们这一个面光灯呢，采用的是高透光的一个反光杯。像我们这个灯珠，它是采用的一个集成芯片。来看一下我们灯体里面的一个组织架构。其实它这款面光灯的话，跟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帕灯的一个外观，它是有点它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一点不同而已。包括它的主板啊、它的电源啊、它的散热系统啊，跟帕灯也是一样的，采用的是散热板结合12×12的大功率散热风扇进行一个散热，然后采用的是宏凯家的大电源。电源功率呢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其次，我们主板的话呢，也是采用的恒流主板，它的电源线呢跟帕灯的也是一样，也是手拉手串联的。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演出过程当中呢，我们像有些老板他就会买到面光灯以及帕灯，那么他们这2款灯光的话也是可以串联的，进行一个串联，然后呢再接入控制台进行一个操控。这个采用的一个集成芯片，像我刚刚所说的一个54个帕灯，它采用的就是一个进口贴心灯珠。像我们这个采用的进口贴心灯珠呢，它的光源柔和，无色差。像我们的比如红色呀，有些人的红色就是它不会偏那种偏黄，像我们呢就是正红的。然后我们也有4合1的，正常我们是3合1，红绿蓝，然后4合1呢就多了一个白色。我们如果有老板需要4合1的，也是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4合1的帕灯啊。然后再往这边走，我们来看一下 KTV 的一些设备。这
一款呢，就是我们一个 KTV 用的一些设备，这款叫双子星。双子星呢，它一共有2种，第一种它是嵌入式的，第二种它是明装的。嵌入式就是暗装，像我们有些 KTV 呢，它不适合装明装，它就在那个墙体里面挖了一个洞，然后呢，把这整个机器的一个底座给藏进去。当然了，我们也是有这种机器的，我们有嵌入式，那个叫暗装，我们有明装的，明装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一款灯光呢，它是有7个图案，然后它是染色加图案的，图案的话是有7个图案。它们还有一款就是染色加激光，那么它的激光呢也是可以单独来控制的，比如您想控制激光的时候不让它出染色效果，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然后在我们这一款灯的图案灯里面，你只想让它出图案，不想让它出染色，也是可以实现。你也可以说只想让它出染色，不让它出图案，也是可以出现的啊。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测试一个老化，测试成功之后，我们才会给他们出货。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机器的一个内部的组织结构。像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采用的一个图案盘。我们总共的话是有7个图案，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出白光的。然后呢，再给您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一个染色盘，它总共的话是有8个颜色。比如你在控制的时候，你想这个图案出红光、出蓝光、出绿光都可以，这个颜色都可以去单独控制的。一个图案你想变化红绿蓝白都可以去这样子控制。然后呢，这个采用的是我们散热的一个散热板进行一个散热。然后呢，我们这里也会用到一个风扇，也是2种散热方式结合的。然后这个是我们7颗灯珠的，有7颗灯珠。中间这个位置呢就是出图案的，如果你买的是激光款的话，那么它中间这个位置呢，它就是出激光的啊。像我们这里呢，我们很多包房它会用到一些智能控制器、点个面板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一块这2个接口呢，它是属于网卡接口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接网线的。那么有人会有疑惑，那么我有多台机器的时候，我怎么进行一个串联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我想让它得到一个同步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子，手拉手进行串联，网线跟网线之间进行串联，手拉手，然后呢，到时候再连接到控制系统上面进行一个同步控制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电源插口，采用的是一个欧式2插的一个插头。这个位置呢，我们总共是分别为4个按键进行一个操控灯光。我们操控的模式呢，它可以声控，也可以自走。然后具体的，你如果想实现那种，打个比方，你4台灯，你想2台往左边走，想2台往右边摇头，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到一个控制台进行一个操控，用到一个控制台进行操控。像这款外观呢，它总共就是一个白色的外观，总共就1种。但是呢，我刚刚所说了。如果你是要有嵌入式和一个明装系统的话，它是有2种可以选择的，可明装、可暗装。看一下。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灯光。像这一款灯光呢，我们，稍等一下。这款灯光呢，一般在门店用的比较多。这款灯光是一个 logo 灯，它就是说。可以在它的一个机器内设计你想要的一个内容，比如你是某某某餐饮店、某某某酒吧某某某一个小外那个小店铺之类的一个售卖的小店铺，这个呢也可以根据你的内容来设计。比如某某某某水果店也是可以设计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设计人员进行一个设计，都会设计到你满意为止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个结构来，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呢，它是放灯片的。我们的灯片呢，大概是3.7厘米，然后放进去，拿这一个弹簧给盖住，然后呢，到时候就这里面出光，然后投射出来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进行一个投射出来的效果，一个效果。给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呦，你看这里，这下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可以放灯片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可以拆卸的。平常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安装的话就从这4个孔位进行一个螺丝打孔就行了，进行一个这4个孔位。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一个内容来进行设计。然后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水纹灯。水纹灯相信大家也经常有遇到过，就是一些马路上面啊，它会出现一些水波纹的一些展示效果。像这款灯呢，它就是那一款水纹灯，它总共的话是有5个颜色，5个颜色分别为红、绿、蓝、白、黄进行一个组合。当然了，如果有老板们需要定制颜色的话，也是可以定制的。然后我们总共有2个款，第一个款叫全彩款，第2个款叫单色款。单色款的话，我们默认发的是一个蓝色，然后呢，全彩款我们发的就是红、绿、蓝、白、黄的一个颜色。如果有老板需要定制单色款，我要一个单红色、单白色、单黄色，这个也是可以定制的。但是一定要跟我们的一个销售人员进行一个沟通，不然我们默认发的就是蓝色款了啊。像我们这款水纹灯呢，也是自带有这个线材的，但是呢需要自己接电，像我们这样子去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个一个接的一个方式，我们自带大概是有80公分、60公分长度的一根线，然后呢自己再采用去5金店买一根这个电源线进行一个接起来，进行一个使用就行了，接用的。然后这一款灯呢，是我们的一个 KTV 包房用的一个图案灯，它的外壳呢总共是有2款，黑白外壳可选，里面的图案呢也是7个图案加一个白光啊，总共的话是8个颜色。这款图案灯呢，给你们看一下，它是默认卡龙头接口，但是有老板如果在那个控制面板上面去控制的话，需要网卡接口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定制的。网卡接口就跟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双子星那一款灯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定制，然后做成网卡，你们拿那个网线进行手拉手串联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然后它的摇头呢也是360度摇头的，360度摇头。这款我们一共有2款，第一个款的话它是单棱镜，第2个款的话它是3棱镜。像我们3棱镜呢，正常是出售于90瓦。何为3棱镜呢？就是说你一个光束打出来，一次性能出到3个图案啊。单棱镜就是一个光束打出来，只能出1个图案。它总共是有2款的，外壳的话就是黑白的一个外壳可以选择啊。看一下，像这一个板块呢，基本就是生产于我们的一些小灯 KTV 设备的一些，像来照一下那个地方，这一排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所说的一些230的一个光束灯，现在呢在进行一个老化测试，测试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货了。现在正在测试于老化，其实我们公司呢有很多的灯，只是说我们是分批量生产，像酒吧里面的灯光、KTV 包房的灯光、宴会厅的灯光。演艺的灯光啊之类的都是有的，比如激光灯啊、防水灯啊、染色灯啊、不防水的、户外亮化的灯光，咱们家都是有做的。现在我再来带大家去看一下，熟悉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60瓦的那个图案灯，有3棱镜，有单棱镜的。这边。其实想必大家这一款灯的话也是有所了解过的。这一款灯的话，正常用在我们一些大型的会议厅里面用的会比较多一点。这款的话，它叫那个
COB 调焦染色面光灯，它总共的话是有3个瓦数。它3个瓦数呢，分别有100瓦、150瓦，还有一个是200瓦的。它的颜色呢，分别为暖色、白色、暖白色。正常我们买的比较多的呢，它就是暖白色会买的比较多。第一个它实用，因为暖白色它同时可以打出3个颜色，就是说你可以暖色、白色切换，也可以打出暖白色。然后呢，它的颜色的亮度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可以进行调节。但是呢，它要使到一个控台进行一个调节。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摇头图案。这里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60瓦的图案灯，它总共是黑色外壳、白色外壳，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图案的话，它是有7个图案加一个白光，然后呢，控制是网卡以及卡龙头接口可以选择的。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电源线的一个接口。这款灯的话 ，KTV 用的也是比较多的。这一款它是称之为一个染色灯。染色灯的话，它总共是 RGBW， 就是红绿蓝白进行一个主色，然后呢可以进行无限的一个混色。比如你想红色加一个蓝色，它就是出另外一个颜色，可以组合颜色出来的。然后它也像这种呢，它是6颗染色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款，它是称之为激光款。它总共的话是6颗灯珠中间，然后再加一个激光，也可以单独打那个激光效果。你想要染色，那你把激光效果关闭就行了。如果你想要一个单独激光，你把染色关闭就行了。这个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控制的，但是呢，需要在操控台上面进行一个控制。来，我们再往这边走一走。然后这里呢，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出货之前，它会进行一个24小时严格检测，成功之后，我们才会将货品发出。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采用的一个350瓦的一个光束灯，像我们这个光束灯的外壳采用的是一个防火阻燃的，就是说。因为很多地方他们用的外壳，他们都是一个硬胶壳之类的。像我们这种防火阻燃的外壳呢，就算机器里面燃烧了，它这个机器的本身它都不会燃起来的，它只会烧里面。像有的，比如你在婚庆啊、宴会厅那些场地使用啊，如果他们使用的是一个硬胶壳的话，那么它机器里面燃烧，它整个机器的一个外壳，它都会进行一个燃烧的。其实反而这样相对于来说呢，是很不安全的。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以那个品质为准，考虑到一个客户使用的一个安全性，采用的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外壳，所以叫做防火阻燃的一个外壳。像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灯钩，正常每个灯呢都有一个灯钩，趴灯呢它是这种小灯钩，这个是光束灯的灯钩，它是大灯钩一个光束灯我们配用的是2个灯钩，2个灯钩正常我们是挂在这些行架上面行架上面进行一个挂起来。具体的操作到时候我们也是有技术指导您这边的。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桥梁，一个光束灯也自配有2个桥梁的它的那个电源呢，也是跟我刚刚讲解的一样，有一进一出的，然后它的信号线呢也是一进一出的。然后点灯器像我们这种光束灯的光源现在普遍用的比较多的是凤凰欧司朗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品牌的一个灯泡。如果有就是说，因为我们默认发的是那个欧司朗嘛，如果有需求，就是说要求比如一些投标的项目，比如要求定制一些其他品牌的一些灯泡，都是可以制作的，这个都是可以帮您解决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像我们这里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光束灯的一个图案盘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光束灯的一个彩色的一个色盘，总共的话呢是有14个颜色。这个图案呢，我们是有18个图案的，里面的话是5个波图。像这种呢，它就是波图打出来了，它是比较立体的。
但是如果有需求，就是说要求定制波图的话，或者是定制 logo 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定制的。啊，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通图案，这个是普通图案，这个是我们波图。波图的话，它是有带颜色的。好，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棱镜，像我们家的光束灯呢，它采用的是一个8+16+24棱镜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七彩棱镜效果。七彩棱镜就是说一个光束打出来，它就是说一个光束打出来，它可以出很多个颜色啊。这个是七彩棱镜。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雾化盘。雾化呢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个补光啊，因为我们光束的本身是光束的一个效果嘛，像我们这个雾化盘打出来呢，它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光束变散，然后进行一个补光染色，这个都没问题的。那么我们雾化出来之后呢，它可以进行一个颜色变换，您想要什么颜色，切换成什么颜色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电机采用的是这个3相电机，电机也是非常的稳定的哈。棱镜盘，然后这一块呢都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的配件，就是我刚刚给您看的那一些，这些，仔细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七彩棱镜盘，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光束打出来，它有多个颜色，就是用这一个棱镜盘进行一个出来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棱镜盘，七彩棱镜盘。好的，然后呢，我再来介绍一下比较常用的几款98灯光，比较常用的啊。这边比较常用的98灯光，比如像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比较常用的98灯光之一，36颗染色调焦。它这种呢是属于大面积覆盖的一个染色，它的覆盖面积呢可以达到4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正常的覆盖面积。然后这种呢也是可以达到36颗，也是可以达到一个高范围的一个覆盖染色。然后这种我们是36颗乘以10瓦一颗灯珠的，它的功率的话是10瓦一颗灯珠。然后我们有12瓦，也有15瓦的。这里呢也是我们98用的比较多的，它是19颗风眼，进行一个染色的效果。也是360度一个摇头旋转的。然后那一块是我们的一个8眼扫描激光，它的激光颜色呢，它有红色有蓝色，还有一个彩色。彩色的话就是红绿蓝。然后那一个8眼扫描激光的旁边那一款就是一个6眼的一个摇头灯，带激光的。那种灯光呢，在小清吧以及 KTV 场所呢用的是比较多的。98的话，正常都是用这种大风眼，还有36颗调焦用的会比较多。那个激光也用的比较多。像激光的话，要配上烟雾的效果，它的效果才能展现出来啊。然后我们再带你们看一下那边的场地，还没有看，来这边。看一下那边的场地，这个是我们帕灯打包的一个包装箱啊。这种的话是1装6的箱子，就是说一个大包装里面装6个小灯。这个是帕灯的箱子。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像这一条生产线呢，也是生产一个光束灯的这一条生产线。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光束灯的一个架构匕首，把灯体放到这里面，这个是旁边的一个架构。好嘞，再来看一下。
个就是我们灯里面的一些配件，进行一个装置。好的，来，我们再往那边看一下。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光束灯。我们刚刚我也有说过，我们有230瓦的一个光束灯，我们有260瓦的、295瓦的、380瓦的、350瓦的、440瓦的光束灯，咱们家都是有的，并且我们还有图案灯，就是那个3合1图案，染色、光束、图案结为合一体的一个图案灯。好的。刚刚我也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一个54颗 LED 染色帕灯，然后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KTV 用的KTV 里面用的一个设备。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宇宙大魔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双臂魔球，然后那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灯笼魔球。这里面的话它是图案跟光帮结为合一体的。然后呢，它有声控模式、自走模式、停闪模式，这个都是有的。哎，这种的话，像 KTV 那些小场所哦，一些小型的舞台用的会比较多。这一款的话，性价比非常好。这款是我们18颗的一个帕灯，它是外壳它是塑胶的啊，然后它里面的灯珠呢，采用的是亚克力的一个透镜。这种的话用小型场地用的比较多，如果是大型场地的话，我个人是建议用那个54铢的那种铸铝外壳的，会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一排和那一排啊，都是生产 KTV 设备的蝴蝶灯。蝴蝶灯也可以说是我们工厂的一个爆款，买的也是非常多的。蝴蝶灯我们有带激光的，有不带激光的啊。像激光和不带激光的呢，如果你买的是激光款，也可以把激光单独关闭，也可以把激光单独打开。好的。然后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包装里面的一个海绵。像我们这种海绵呢，就是说防护产品啊，避免损坏。进行一个海绵装置，防震的啊，简单来说就是防震，避免摔坏呀、震坏呀之类的啊。然后这边也是我们生产帕灯的一个帕灯的生产线，这一块呢也是的，包括那一块呢也是的。其实我们有一款帕灯啊，也是54铢的。像舞台车那些场地呢，它可能用不了这种大灯，就是说大外壳的一个胖子款的一个帕灯。我们有研发就是一种扁形的，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小，但是它的功能呢跟这个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比如声控、停闪、自走之类的，渐变、跳变这些功能，它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54颗灯珠啊，3合1、4合1、7彩、全彩都是有的。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只是说机箱的大小不同而已，包括它的线材也是一样的，进行一个手拉手串联线材。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主板、散热风扇，还有它的一个电源。电源呢采用的是足功率的大瓦数电源，电压都是非常稳定的。来，再往这里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些灯光呢，正常呢用这种台子，这个是我们的试用台啊，用这种简单的台子进行一个控制。当然，我们如果有更多的需求的，比如我们老虎台呀、MA 台呀，还有珍珠台呀、1024金刚台呀，普通的力度啊、阳光啊、192啊、240啊，这些系列的控台我们家也是有的。然后这个是一个54颗扁帕灯里面的一个底座板，也是4个按钮进行一个操控灯光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散热系统风扇，来，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电源、主板、风扇，然后它是4根线从这里穿插出来，进行一个接通，跟这些配件进行一个接通组装的啊。电线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全铜的，非常的稳定啊。
看一下这个，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灯珠板，灯珠板上面接了那个亚克力的灯珠透镜啊，光源出来的话会更加的柔和。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散热板，这是散热板，因为其实像我们的灯光呢，如果又有散热板的话，又有一个风扇的话，进行一个两种结合散热系统，它的散热功能它会非常的强大。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灯光的寿命。像如果你的散热系统呢更强大，它的寿命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说不易损坏。因为如果你的散热系统不好的话，它那个机器一发热，它就会影响到灯的一个寿命、一个效果的啊。为什么说有的人他的灯光啊用个1年半载就损坏了呢？啊，其实它这个也是跟它的一个散热系统也是有关系的啊。散热系统用得好，那么它的辅助灯光的一个散热更加的完善，系统更加的完善，那么它的一个灯光的寿命就会更加的延长。像我们正常的一个帕灯的光源功率呢，也是可以达到8万个小时的一个寿命，正常你用个几年都没关系的。并且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质保期，我们的产品质保3年3个月换新的一个服务。外壳采用的是铸铝的，包括刚刚那个扁帕灯也是一样的，外壳采用的是铸铝的。然后我们这种帕灯呢，有白色外壳、黑色外壳，然后有18铢的、24铢的、54铢的，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有大瓦数的，有小瓦数的。具体的话可以联系我们销售进行一个咨询，然后我们销售给您做解答。好的，再看一下。这个的话，这边1条、2条、3条、4条、5条，其实我们帕灯的生产下来是挺多的。帕灯在我们工厂是卖的最多的一款灯光了啊。其实相对于来说，我们帕灯是整个行业需求量最多的一款灯。比如你像一些清吧、酒吧呀，然后宴会厅啊、演艺厅啊、婚庆啊，基本都会用到帕灯。帕灯是最常见的一款灯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logo 灯，里面可以根据您想要的内容来进行一个定制效果。然后它的投射呢，距离越远，它的 logo 展现的就越大。这种呢，我们有防水的，有不防水的。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光束灯啊，正在装置。像我们现在都在加班搞这个光束灯的，光束灯订的人也是非常多啊，适合的场地也是非常的多的，婚庆、演艺、酒吧啊等等，会议厅啊、报告厅啊等场所都会用到这些灯光。其实像我们现在行业爆款的话，基本就是染色灯、光束灯、面光灯会用的比较多，3种。在我们公司的话，也是称之为3剑客，灯光3剑客。然后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仓储系统以及规模展示。来，往这边走。其实我们买灯光呢，选对一个厂家，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品质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它是有一定的逻辑的，它的规模大，那它肯定有很多新老客户的一个支持，它的产品肯定也不会差的，不然它的公司规模呢，肯定也不会这么大。像我们产品啊，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售后服务。我们有专业的售后团队，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技术团队呢，给予你们的一个指导都是包教会的。售后呢，都是1对1进行一个售后教导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系统。怎么说呢？其实在古代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仓储呢，属于古代的粮库。只要你的粮库足，我才能更快的供货给予你们，对吧？好的，来看一下这里。这个仓储的话，我们的货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仓储里面将近有1000万的一个货品，1000万的货品。然后我们有光束灯啊，有染色灯，有补光灯。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雾机。水雾机大的小的都有，还有装灯的航空箱也是有的。
这个是木架包装的水雾机。像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包装，然后我们这种呢，它是打木架包装的，防止机器损坏，在运输过程中防止损坏，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打木架包装。好的，然后。这灯不是开的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边。哎呦，我爸的，这个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一个光束灯的一个放置地方，像我们230瓦、350瓦、260瓦都是有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光束灯的一个包装啊。像我们包装的话，也可以做2种。第一种呢是自带我们公司 logo 的一个包装，还有另外一种呢，它是可以做中性包装。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啊，他不想我们出现我们公司的包装嘛，因为他是做一个工程之类的，那么也是可以实现的，做中性的一个包装。然后再往这边看一下。好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摆放我们一个 LED 染色系列的一个放置处。这个呢是我们的染色趴灯，我们的染色趴灯的外壳呢都是加厚包装的。其实，在很多客人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个不放心的点，其实也是担心产品在运输的途中，比如产品会不会破损啊之类的，也很担心这一块。像我们的包装里面呢是有海绵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正好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灯光呢，我们是有加装海绵的，进行一个保护。这款是我们防水帕灯，然后我们里面底部都是有进行一个海绵装置的，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的帕灯包装呢，有1装4的包装，有1装6的包装，也有1装8的包装，1装2的包装也是有的。也有每个灯的独立包装。踩过去，有没有被我们的仓库震撼到？这里有将近存了我们1000万的一个货品，光束灯染色的，像我们这里有些防水大激光，那个都好几万块钱一台，都存了好多。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货品充足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给您更快的一个供货。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仓库代表着古代的一个粮库啊，粮库越足，那么我的供粮那么就越快。这样的话，你们也能更快的使用到我们家的产品。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摆放趴灯的啊，那一块都是摆放趴灯的啊。我们像这种单独的独立包装啊，趴灯的独立包装，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有这个保修卡进行一个质保。当然了，如果您保修卡掉了的话也是没关系的，联系我们销售也是有给到一个保修服务的。不是说你卡掉了，像有人说你卡掉了我就没办法给你保修，这个也是我们不存在的。卡掉了咱们也有保修，只要你买了我们家产品，保修还是一样的会给到您这边。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箱子里面呢，就是摆放的一些正常的线材、辅材之类的。因为我们有些客户也会买一些单独的一些线嘛，单独的线的话，我们就是放置在这里，然后进行一个打包发货。你看这种就是应该是5米的，然后这里有更长的，更长1根的，你看。10米的、20米的这种叫3星卡龙头信号线，然后我们也是有电源线进行一个销售。好嘞，好的，然后那一块呢，哦对，带你们看一下那边，看一下关灯了没有？你们的话可以带一下看一下那边，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摆放烟雾机的地方，看得清不？没事，先看一下这里，这个地方应该会。这里呢是我们摆放泡泡机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泡泡油啊之类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种长形包装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扫描灯啊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泡泡机。泡泡机我们有铁泡泡机啊，也有那个塑料的泡泡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雪花油，出雪花用的，这种是可以兑水的。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泡泡油，也是可以兑水使用的。一瓶的话用到30分钟左右。然后这种雪花油呢，一瓶的话能用到40分钟左右，进行一个兑水使用。好的，然后我们像这种就是我们的一个烟雾油。烟雾油的话也是兑水使用的，一瓶的话能用到大概是40分钟左右。像我们烟雾油呢，防止在运输的一个过程中进行一个液体流出，我们在外面都会包一层那个透明胶带，进行一个加强保护，防止液体进行运输流出来啊。好的。因为现在的话也是有点晚了，我们现在很多工作人员的话都是已经下班了，有点黑。大概看一下，像这里呢，我们也是摆放灯光的，像这种就是那种高速路上面用的一些激光设备啊之类的。然后那一块呢，就是我们的魔球系列，就是 KTV 里面的产品呢，就是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包装。放在这个地方 KTV 的设备，我们 KTV 比如摇头染色呀、7颗摇头呀，还有激光灯啊、1瓦2瓦的激光灯，这些小产品也都放在这里面的。然后这边呢，它是放置烟雾机，烟雾机我们有500瓦的，还有1000瓦的、1200瓦的。1500瓦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仓库的话，总共是有2层的，上面还有放一些设备，然后下面的话基本放的都是烟雾机啊、魔球系列的，上面放激光灯系列。然后这个呢，对，激光灯系列我们卖的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是我们1500瓦的一个烟雾机，像我们这种烟雾机呢，一台的重量大概在6公斤左右。然后那种的话是小瓦数的。那种是小瓦数的，这是1000瓦、1500瓦的，恒温与不恒温的。这个是放特效产品。然后这种就是我们的魔球灯，就是那个玻璃球啊，反光的，进行一个就是我们拿其他灯光进行一个反射出来。因为我们玻璃球的包装也是非常的厚实啊，先是里面有海绵，外面再加加厚纸箱，在外面再加木架包装。这样的话，包装的非常的严格，所以也不用担心收到货会有正常的一个损坏呀什么的情况，这个也不会有的。并且还有一点，如果产品有出现损坏的话，联系我们这边是可以给予更换新的。这个出了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肯定会为您负责的。这个您那边也是可以放心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60瓦的小摇头，图案染色灯。大概呢，我们仓库的一个结构组织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楼上是我们的生产线，楼下就是我们的仓库结构。好的。好，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展厅灯光，就是展示效果，给您这边看一下。
everyone else can. You're just a biter. You're just a everyone else can say you're just a biter.